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孟子义与虞书新对比，差距到底在哪里？青出于蓝2已经完结，但是五竹书的纯真却是令人难忘的，并且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心里。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愿意为范闲豁出性命，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五竹书。这种人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替范闲出头。尽管武周章是在最后才登场的，但是他的出场还是引起了观众们的一阵激动。童梦时那一出蒙住双眼的五根竹实在是太漂亮了，让不少观众看得目眩神迷，五迷三道。说来也巧，童梦时之前就已经在一年级这个综艺节目上露脸了。8年后，这几位同事的生活却大不相同，简直是天差得远。程毅受欢迎，但是演技还有待提高。程毅通过一年级获得了很多的关注，但是他的演技还有待提高。程毅一直默默无闻，直到上了一年级，他演的都是一些不重要的小角色，没有多少人注意。他默默偿还债务，伺机而动。2016年，程毅凭借一年级一炮走红，表现出了非凡的演技。但是，程毅在今年真正大放异彩的却是一部《青云志》。程毅在剧中扮演林惊羽这个角色，因为他长得像王俊凯，所以大家对他格外的关注。当时的程毅显得格外年轻，虽然脸部已略显棱角，但整体轮廓仍不像现在这般清秀流畅。那时候的程毅戴着一顶便宜的钢盔，看起来有几分青涩。虽然他的外貌和剧情都不够突出，但是他的演技还是可圈可点的。程毅曾经经历过一个默默无闻的时期，是电视剧《琉璃》让他的事业有了一个新的发展。四凤和玄机之间的虐恋更是让人潸然泪下。程毅在剧中也有一席之地，他是一个命运多舛的角色，经常受伤吐血。他的演出的确很有深度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琉璃里程毅的造型和妆容都是一等一的，特别是他戴面具那一幕，更是惊艳了所有人，让所有人都为之着迷。在琉璃获得巨大成功之后，程毅在奇幻古装剧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。之后又相继出演《沉香如屑》和《莲花楼》等玄幻题材电视剧，颇受观众喜爱。不过，程毅有个很明显的问题，一旦脱离了他熟悉的幻想世界，他的演技上的不足之处便暴露无遗。程毅演过《底线难封之我意》之类的现代剧，但都不太火。说实在的，他演电视剧的水平太低了，关注他的人也不多。程毅的古装扮相很美，让人印象深刻，但是一换上现代戏，他就变得粗俗不堪，甚至还带着几分幽怨。没有头套，周围又是一片凄凉，观众们都觉得他是个动画角色，很不协调。他的表演风格似乎更适合那种深沉内敛的角色，所以在尝试去演绎卡通片的时候，总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。当程毅念台词的时候，他的嘴巴好像没有完全张开，声音也不清晰，让听众很难理解。程毅在尝试了几部奇幻剧后，发现反响平平，所以他选择回归到自己更加擅长的奇幻题材，希望能够再一次大展拳脚。程毅即将出演5部奇幻剧，他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很有挑战性，都是那种命运多舛、性格软弱的角色。程毅今年34岁，很难预测他还会在奇幻电视剧中扮演多长时间。现在他要考虑的就是转型的问题。如果程毅不能跳出他那安适的圈子，把他的话讲明白，那他的前途是堪忧的。孟子义的演技还算可以，就是不太受欢迎。他跟程毅以前是同学，我记得在1年级那一集结束时，他曾经向程毅告白过。程毅听了，马上跑开，
脸上闪过一丝疑色，此话当真？事后，孟子义澄清此事不过是个笑话，但是喜欢两人交往的网友却乐此不疲，认为两人十分般配。看他们的样子，应该是在互相试探。虽然从大一开始就退组了，但是说实在的，孟子义这一次的表现好像还不如往届同学呢。那一年，孟子义凭借着军训的照片火了一把，成为了北大电影学院的校花，长得那叫一个漂亮。不过，她的美实在是太耀眼了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她才会被人指指点点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她的美丽是不容置疑的。孟子义冒犯了袁咏仪，他在《陈情令》的拍摄过程中私自添加戏份，并且在郭敬明的戏中改变化妆。在不同的场合，他表现出任性的一面，对上级不尊重，拍摄中不按规定擅自改变妆容，惹出许多争议。孟子义每次都会被这些负面评论气得不轻，几次想要为自己辩解，但是网友们只相信他们看到的，于是他就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，不能自拔。虽然孟京辉在娱乐圈的口碑不怎么样，但是他一直都很努力。但是很遗憾的是，他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些重要的角色。孟子义在2019年出演了《沉香令》中的文香，虽然这个角色让他在舆论上备受争议，但更多人津津乐道的却是他加戏以及为剧组拉票。正是在50公里桃花坞这档综艺节目中，孟子义展现出了自己的本色，也给网友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角。孟子义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。她虽然笨手笨脚的，却长得很漂亮，是那种傻美人。虽然很多人都说她坏话，但是她并不在乎，她就这样傻乎乎的活着。陆小凤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真是个笨美人。”大部分看过电影《50公里桃花坞》的人都喜欢上了孟子义。慢慢的，她的名声就越来越好，人人都称她为孟姐。同时，孟子义也因为出演了一部人气不高的电视连续剧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而被大众所关注，并展现了自己的演技与才华。孟子演得很好，即使不化妆，也能看出她是个黑人。她眼中流露出的绝望与憎恨，代表着她所扮演的角色的情绪，令人忍不住感叹，这演技真是太高明了，根本不需要化妆。网友们纷纷留言说，孟子义遭到恶意攻击，却无一人怀疑其演技，实属罕见。如今孟子义的名声越来越好，演技越来越好，只需要拿出一部让人信服的好作品，得到粉丝们的拥护。孟子义有5部新片在等着上映，其中《九品芝麻官》是大众最期待的一部。它是一部非常酷的少女复仇题材，风格和《云间墨鱼》很像。虽然只有预告片，但是男女主角在马背上亲吻的画面还是引起了轰动，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。网友大着胆子说，再难吃的我也要尝一尝。孟西斯的确是进步了，就像他说的，他总是试着进步。虞书欣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，但是不像前面2个，他是先演了几部戏才升到1年级的。让虞书欣与众不同的是，他在2016年初出道时就有机会升入1年级，真是让人羡慕啊。然而，虞书欣与孟子义却有几分相似之处，两人都曾饱受争议，公众对2人的评价并不高。不像孟子义被大众批评，虞书欣所承受的公众压力要小得多。虞书欣的演艺事业一直不太好，但是她很快就转职参加了选秀，而且成绩很好，拿到了亚军的名次。2020年下一站是幸福由虞书欣领衔主演首映。她虽然只演了个配角，但是演得特别亮眼，活色生香，让人一见难忘。此后，虞书欣又在《少主与慢走》《月光变奏曲》等戏剧作品中出演过角色。在这些作品里，她都表现得很好，给观众们一个不一样的视角。
这是一部不算很成功的电视剧，但是它的剧情很棒，口碑也很好。看过的人纷纷表示这部剧值得看。虞书欣因出演热门电视剧《沧浪之恋》而获得了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机，这对她来说是个好消息。虞书欣演的小兰花天真烂漫、悲天悯人，深得观众的喜爱。虞书欣与王鹤棣之间的默契实在是太棒了，于是网友们纷纷围观，热度蹭往上涨，好奇心也越来越重。然而，虞书欣在沧浪之水后，似乎常常在玩火的边缘试探。虞书欣那奶声奶气的声音，加上略微夸张的演技，让不少观众都表示无法忍受，为这一天祈祷。她过分夸张的演技让许多人无法忍受，所以她的演技评分也因此下降了。事实上，虞书欣对网络上的化妆非常痴迷，而且她的穿着一直都是那么的优雅，但是大众对此并不买账。虞书欣，你的演技还有待提高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幼稚了，要演得更好，她还得再成熟一点。虞书欣即将上映的电视剧，一个是古装剧，一个是现代偶像剧，两部电视剧的演员阵容都非常令人期待。然而，人们更关心虞书欣是否能摆脱奶声奶气的形象，带给观众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一年级已经播出8年了，程毅、孟子义、虞书欣和现在的他们已经不一样了。但归根结底，演员还得依靠角色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还得继续演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。